Hello，大家好啊，我是阿够力。过度拟合是我们开发量化交易策略一个避不开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掉。常规来说，我们在策略上实盘之前会做很多的稳健性类的这个测试工作，一方面是为了彻底了解策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检测这个策略的 overfitting 的程度。过于拟合数据的策略我们就剔除掉。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它是我们常规的这个 robustness test 的其中一种方法。只要你的策略不是专门为新闻事件而开发的，那么正确的执行这个方法，它真的可以大幅度的提升你实盘盈利的概率，让你真正的了解你这个策略究竟是不是有盈利的概率优势，还是说只是单纯的幸运的产物，只存在在回测的完美环境中。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它是运行在每日上的一个策略，大部分的交易盈亏都处在这个正负200的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而部分的交易会处于两个极端，一种是极端的赚钱，还有一种就是极端的亏钱。当然我这里没有这个极端的亏钱，这个例子真的是不太好找，所以我从网上找了一个图，它这里红色的区域就是处于一个极端的亏损状态，而绿色的区域处于一个极端的赚钱，底下的呢这一堆就是这个策略常规的一个盈利能力。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它更加的极端，这是一个运行在加日上的策略，因为我把它复制粘贴出来了，所以我们看不到这里的具体的每一笔交易它的盈亏的值，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这一笔交易就顶了这常规的这10几笔交易了，也就是说这一笔交易就可以大幅的拉升这个策略的表现了，这就属于一个异常值。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片的右边这部分就属于一个常规的盈利状态，而左边的这些都是属于一个个别的极端的值，它处于一种异常状态，不经常发生，但是因为有这几笔交易的存在，就会极大的拉高我们的绩效表现。因为这种不常出现的交易记录，就会导致我们对于回测的绩效会过于的乐观，你把它放在实盘上运行的时候，极大可能这几笔大幅提升你绩效的交易特征不会再出现了。这个极端值也称为离群值或者是边缘值，它是在一群的观测值中远远脱离偏离这个数据主体部分的一些个别值，这些值不能服从假定的概率分布。如果将极端值和其他的数据不加区别的同等的进行对待的话，就会使我们整体的数据的这个离散程度加大，计算出来的这个数据特征也不能反映出主体数据的一个特征。我们需要对这些极端值进行识别并加以处理，经过适当的处理之后这些数据的表现就会具有较强的这个耐抗性，对局部数据的这个不良行为也具备不敏感性。我这里说人话，就是因为个别极端的表现过于突出的几笔交易会拉高你的整体绩效，就会使你的评价体系评价函数的值变得不真实。而我们期待的或者说是一个稳健的交易策略的绩效情况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所有的交易记录的盈亏都处于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区间范围，这样的话才能反映出这个策略的真实的概率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才能识别出这些异常值或者说是离散值呢？其实做法也比较简单还是看一下我们这个交易策略它有639笔交易，我们按照盈利获取前10%的，也就是盈利最多的交易记录，然后计算出我们所有利润的一个平均获利，把这10%的交易的获利情况与我们的平均获利的一定的这个标准偏差进行对比，如果这前10%的利润超过了一定的这个偏差值，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属于一种极端的，极有可能是受重大新闻影响的，极有可能不会再重现的交易记录。我们把这些极端的交易记录剔除出去之后，再去计算相应的评价体系，你用盈利因子也好，采收率也好，夏普比例也好，剔除掉这些过于乐观的交易笔数之后，如果评价函数达不到已经达不到我们既定的这个评价函数标准了，也许没剔除之前它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剔除之后它就达不到我们这个既定的这些数值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它可能是这个 overfitting 的概率比较大，
它的程度比较大，就不再适合继续采用了。比如说这个策略啊，它在没有排除这些异常值之前，这里的盈利因子是 1.54， 但是我们计算了它的这个标准偏差之后，得到了15笔的异常值。我们把这些异常的交易获利剔除掉之后，这些异常大概占总交易笔数是 2.34% 啊，仅仅是剔除掉了这么几笔总共15笔交易，它之前是639笔嘛，仅仅剔除掉了这么一点点交易，我们的盈利因子就已经变成了这个 0.38 了。没剔除之前它是 1.54 啊，这是不是就说明了一种情况啊？就是这个策略大部分的盈利都处在这15笔交易上，没了这15笔交易啊，它整个绩效就非常的垮。但是这15笔的交易特征啊，如果你实盘运行的时候，市场大概率是不会再重现这些极端的完美的情况的，那么你这个策略是不是就没有这个盈利的概率优势了？那我们再把这个策略运行在每日上看一下，同样的计算出标准偏差，然后剔除掉极端值，我们看一下这里啊，排除的交易笔数是0笔，也就是说它所有的盈亏的分布情况都是处于一个正常的区间范围，它没有那么多的说是一赚就赚很多，通过几笔个别的交易拉高整体绩效的情况出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它的这个 overfitting 的程度降低了，它不会过于的依靠某一种特定的市场环境。而这样的历史数据，通常来说我们把它运行这个蒙特卡洛模拟，它通过的概率就比刚才那个要高出很多很多。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你们的回测的这个绩效，复盘的绩效是不是过于依赖某几笔交易了。好，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如果屏幕前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尝试着把这些计算公式写一下，没有多少代码的，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就今天讲的这种方式这个方法它适合的情况有哪些，不适合的又有哪些，我们要排除的是正向的极端值还是负向的极端值，还是说这两种情况我们都要排除。好，那就说到这儿，相关的代码计算方法我会放在内部课程中，并且单独出一个视频再着重的讲一下。好，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